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生活修炼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进行的这件事情，就是全台首开这个跨时代的未来产品。现在在我手上的这个就是 Antigravity 的第一款产品 A1 全景空拍机。今天这一部会是一个开箱影片，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套装版本里面它的内容物有哪一些。那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有哪一些贴心的小设计，还有隐藏版的功能。那完整的评测影片还有飞行体验的这一些，我们会单独制作另外一部影片放在这里，提供给大家参考。那欢迎大家看完这一部影片之后，可以点选这里的连结去查看完整版的影片。那我今天手上开箱的这个版本，它是全景飞行长续航的探索版本。那在上市的时候，它应该会有好几个版本让大家去做选择。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至少选择3电池的版本。第一就是你的配件会比较完整嘛。那第二就是你可以有一个比较畅快的飞行体验。那在3电池的版本里面，它有2种版本可以去做选择，一个就是一般电池版本的3电池版本，那另外一个就是我手上的这个长续航的3电池版本。来进行开箱吧！这个绝对是我2025年最期待的科技产品。在盒子的背面这边，它其实已经告诉了你里面包含了哪一些东西。那等一下我们会一个一个的来去介绍。打开盒子之后，上面会有一个 QR code， 就是告诉你说第一次使用的时候要怎么去做使用，还有一些相关需要下载的 app， 这一些记得要去下载。映入眼帘的第一个，这个就是它的携带包，上面有一个 logo 写着 Antigravity。那这个包包拿出来代表说你所有的配件全部都可以放进去这个包包里面，出国啊或者旅游的时候就整包带出去就好了。斜背带上面这边有一个软垫，那这边它还有一个手握的握把的地方，在后面的口袋里面藏了一些说明书啊，还有一些注意事项的纸本讯息，还有这个 Antigravity 的贴纸，这就是一个信仰的象征。打开包包，是新科技产品的味道，全部东西都是包装好好的在里面呢。这个是给你挂电池的袋子，就是你的 Goggle 所连接的电池，它并不是在你的 Goggle 上面的。你的 Goggle 也就是飞行眼镜的电池，它是分离开来的，这样子重量就不会全部集中在头上嘛。所以这个就是可以让电池挂在你脖子上面的。那这个小的，它是一个安全挂绳，是让你挂那个体感遥控器的。然后这边有插式部一个 USB Type C to Type C 的传输线，这一条线记得一定要把它收好来，这条线不见掉的话会不得了哦。这是一条供电线，也就是 USB-C 的这一端，它是连接到你的电池上面去的。那这一端呢，是连接到你的 Goggle 上面去的。所以这条线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为你的 Goggle 飞行眼镜来去供电。所以这条线一定要保管好来。这2个是为度数比较深的用户们可以去客制化镜片在上面的一个框哦。然后这个就是长续航版本跟一般的版本最大的差异点之一，就是它多了一个配件。这个是 Antigravity 的闪传伴侣，一边是 Lightning 的接头，另外一边是 USB-C 的接头，然后在这边可以安装你的 Micro SD 卡在里面，让你可以快速的去进行传输。这个是只有长续航的套装版本里面才会有的配件。然后在小的格子这边，就是你的备用的螺旋桨，前后左右各有一副备用的，还有它的螺丝起子配件都在这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个一个的来为大家介绍。首先我们先来看它的飞机本体，它这边有一个收纳盒，收纳盒的质感做得非常的好，那你的空拍机就隐藏在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袋子，Antigravity A1 本体在这里，它只有一种颜色，全白的设计，这真的是深得我心。那你在打开来的时候，里面它就已经放置了1颗电池，另外2颗电池就是在充电管架上面。那 Antigravity 它主要锁定的对象就是一般的民众嘛，所以它是把它做到非常非常的轻巧的。就是如果说你是搭配一般的续航电池的话，它的重量只有249公克。那如果搭配长续航版本的话，它的重量会来到291公克。那这个长续航版本它的蓄电量差别到底有多少呢？如果是一般电池的话，官方的标示是可以飞行24分钟。那长续航的电池版本的话，它是可以飞到39分钟了，就差别是15分钟左右。首先第一个，它跟传统的空拍机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没有云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像物理的减震结构在这里。上面这边它有一个超广角的鱼眼镜头，下面这边也是有一个超广角的鱼眼
眼镜头，所以当上面跟下面的画面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达到一个完整的全景的拍摄。那为了在你放在桌面上或者地上的时候，可以保护到这个镜头，它这边是一个起落架的设计的，你可以手动的把它掰开来，这样子它下面的镜头这边它就不会触碰到地上。那它的拍摄规格的话，就跟 X5 是一样的，它的 sensor 是1.28/1英寸的版本，最高可以拍摄到 8K 30fps，5.2K 的话是60fps，4K 可以来到100fps。那照片的规格是可以来到55 megapixel， 可以拍摄 Pure Shot 加 RAW 的格式。那它也延续了另外一个 X5 的设计重点，就是这颗镜头它是一个可以自行更换镜片的这种设计。如果不小心你真的刮伤了什么的话，你可以自行的去更换，不用送回去原厂这边来去做维修。那刚刚有提到这个起落架的设计嘛，它预设就是你在开机的时候，它就会自动的伸出来，飞机起飞之后，这个起落架它就会自动的缩进去，要不然它会拍到这个脚架嘛。然后当你飞完了再降落的时候，这个起落架它又会自动的伸出来啊。在关机的时候，预设它是不会自动的收进去的。为什么？因为像平常我放在桌子上面，如果这个时候我就按关机，它自动收进去了，那这个镜头不就是碰到地面或者是桌面上面了？所以预设是没有的。但是如果说你可以确保你每一次关机的时候，你都是握在手上，马上就要收回去你的收纳盒里面的话，你是可以在设定里面自行的去选择说，在我关机的时候，它要自动的收起这个脚架的。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得到，在机身的前面这边，这两颗镜头它其实是避障的镜头，那另外两个避障它是在下面这一边，这两颗它也是避障的镜头，中间的这个它是红外线的感测器，然后在下面这边它有一个照明灯的设计，如果你在光线不太充足的地方降落的时候，它会自动的开启，那你也可以手动的去透过你的遥控器来去开启。那为什么它的 sensor 只有坐在前面跟下面？这个跟它整个的操作原理是有相关的，我们在评测影片里面有详细的跟大家说明。那再来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提示灯的部分，这边前面它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示灯，会用各种不同的颜色来去表示说它现在的状态，比如说有红色啊，或者是绿色啊，或者是蓝色，正在进行韧体更新的时候。那在屁股这边它也有两个提示灯的设计，会同步的一起显示出来。然后在后面你也可以看得到，这边有个 USB-C 的孔，你可以直接去接 USB-C 来去进行充电。那 USB-C 的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如果说你要透过电脑来去升级它的韧体的话，你也可以透过 USB-C 的方式来去接到电脑来去进行传输。那在它的旁边就是放置 micro SD 卡的地方，你所有拍摄的影像都会存到这张记忆卡里面。那万一说你今天没有带记忆卡的时候怎么办？ Antigravity A1 它里面有内置了20GB 的记忆体，以备不时之需啦。如果你需要用到的话，那电池的后面这边，如果你轻触一下，它是会去显示说这颗电池里面还剩下多少的电量，它用4颗灯来去做标示。那接下来我们来开这个飞行眼镜，也就是它的 Goggle。它保护的非常的好，前面有海绵，然后后面还有这个罩子把它给罩起来。这边还有一个简易版的说明书，这边主要教你的是飞行眼镜上面的这个软垫要怎么样的去放置，怎么样把它拆除下来。基本上开箱完之后，这几个东西你都不太会带出去用了，你会带出去的就是这个飞行眼镜本体，然后还有记得平常不使用的时候，它里面有一个很贴心的地方，就是它附了这个盖子。对，就是盖子，它是一个采用 Micro OLED 的萤幕，那里面它一只眼睛就提供了2560×2560的解析度，视野是90度，有支援 HDR10 Plus 的播放。那因为毕竟是一个戴在眼睛上面的东西嘛，他们有拿去做认证，就是低蓝光护眼认证。当你佩戴在眼睛上面的时候，你可以自由的去选择说你要选择的视角，它有3种模式。第一种是沉浸式的视野，它是一个像正方形这样子的，画面会比较大。第二个是舒适视野，就是可以让你去减轻一些这种虚拟实境的晕眩不适感。还有第3种就是宽萤幕比例，它有点像是16:9这样子。那这个飞行眼镜它的重量是340公克，电池没有在上面，这就是它减轻重量的一个方式。那跟空拍机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个飞行眼镜里面它有内置的30GB 的记忆体，它可以用来做什么用？就是比如说你要去录制你在这个飞行眼镜里面所看到的画面的时候，它可以直接录到这个里面。但是如果你不想要录到它的内置记忆体的话，它这边也有一个安插记忆卡的地方，我们稍后会再提到。而且在你录制你所看到的这个画面的同时，它这个飞行眼镜里面它是有内置麦克风还有喇叭的，所以你讲的话、环境的声音这些会同步的被录制进去。那我有测试过，它的录音效果非常的清楚。现在大家所听到的声音就是透过这个飞行眼镜来去进行收录的，而且它还有降噪的效果在，它会降掉一些环境的噪音啊，或者是飞机的这些声音。
那这里也顺便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界面还有 menu 长什么样子。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你在飞行的时候所看到的界面，下面这边它有飞机还有眼睛这些的资讯，还有地图啊、方位等等的。那上面的话就是你所拍摄到的参数这一些。那进入到 menu 里面的话，在左手边的这一边就是各种设定，包含了这个 return to home 的设定，然后 deep track 啊或者 Sky Genie 这些，还有自定义航线。那中间是你的地图，那上面的这个区块就是设定你的最高返航高度啊，或者是返航的时候的高度，或者是断讯的时候它要怎么样去做处理，还有避障的行为是要刹停还是要关闭。然后下面这边就是你的图库，右手边这边就是所有跟飞机相关的控制，包含了你是自由体感模式，就是 Free Motion Mode， 还是你要进入 FPV 的模式，在这里去进行切换。萤幕录影在这里做设定，然后这个之后会再开起来，就是 Flight Simulator 模拟器。相机的参数设定这边，你点进去的时候可以进行各种的设定，或者是切换照片跟影片的模式，自定义的按键、快捷选单的设定，还有外萤幕的环境灯等等的。这里还可以调整你的亮度，还有声音的大小。这边有安全设定，这边有相机参数相关的设定，你可以设定你的 bit rate 啊，或者要储存在哪里，都是在这里进行设定的。然后你的飞行控制就是在这里去进行客制化，还有 HD， 这个是跟传输、图传相关的。其他的设定都会在这里，包括了蓝牙、WiFi 啊，或者你账号啊、韧体更新等等的。menu 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在侧边这边，它有一个加跟减号的地方，这个就是调整它音量的地方。在这个飞行眼镜的里面，你可以看得到它有内置喇叭。如果你今天是直接在这个飞行眼镜上面来去做播放的时候，你是可以听得到声音的。那搭配它的电池来去使用的话，它的续航时间大概是 2.5 个小时，大概换算到来就是你可以飞6块电池左右吧。从这边来去看。这边2个是它的天线，它是一个360度的 OmniLink 传输技术。那知道中间的这个它是一个散热孔，它里面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就是万一你今天在佩戴的时候有起雾的状况，你可以一键除雾，它可以去 default。另外一个很创新是我第一次看到的功能，就是外面的这2个萤幕，它其实有很大的作用。这一边的这个萤幕，它其实除了外面它会有一个光环去显示之外，这个颜色你可以去自定义哦，你要橘色的还是你要蓝色的。那在之后的韧体更新之后，这边它也会变成是一个可以去触碰控制的一块萤幕。那在这一边的这个萤幕的话，就是它会去显示说你里面正在飞行的时候，你所看到的画面，它会同步的显示在这里。你可以把这一份喜悦跟你周边没有佩戴飞行眼镜的朋友们一起来去分享。那下面这边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镜头，这个是可以让你快速的去查看你周围的环境。因为当你佩戴着这个飞行眼镜的时候，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外面周遭的环境的嘛。但是你如果瞬间你想要看一下，我前面是不是悬崖，我要掉下去了，你可以透过旁边这边它有一个 home 的按键，你可以在这边快速的点2下，它就会开启这个镜头的画面，让你看得到周围的环境啊。但是目前因为算力的需求这一些的优化，它目前呈现出来的画面是一个黑白的画面。那转过来看到下面的这边，这2个旋钮就是控制你的度数还有你的眼距的地方，旋转就是调整它的度数，那你还可以往内移或者往外移来去调整你的眼距。那它支援的度数就是从远视200度一直到近视500度。如果说你的度数超过500度，那怎么办？你有2个解决方式。第一个就是佩戴隐形眼镜嘛，这个简单。那第二个就是他们有出这样子的一个配件，就是再增加一个300度的度数，可以直接安装在上面。那这样子就是可以在不佩戴隐形眼镜的情况之下，支援到800度。下面这个比较偏圆圈的这个地方，它就是让你去插电源线来去做使用的。那另外一边的话，就是 USB-C 的接口，你一样可以透过这个 USB-C 的接口跟电脑连接来去做升级。那这边需要跟大家温馨提醒的地方就是，这一条供电线在连接的时候，你是这样子接上去嘛？一般人如果不看说明书的话，你就会这样子接上去，然后这边就直接接电源，然后带上去。但是你要想哦，这一条线它就会一直这样子往下拉扯。其实它是个 L 倒角的设计嘛，这样子拉扯其实对它不太好，所以他们其实做了一个很贴心的设计。你有没有看到旁边这一边它有一个小小的有点像是收纳的地方？正确的佩戴方式应该是从这边先穿过去之后，然后再安装上去这个电源孔。所以如果你不小心拉扯到的时候，它就不会是往下拉扯，比较可以好好的保护到这个头的地方。这个你没有看说明书的话，我相信很多人会忽略这个小小的细节。再来，我们来看一下里面这边的设计，这个 cushion 软垫这边
非常非常的舒服。那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你长时间会佩戴的嘛，那如果说你用了一段时间它脏了的话怎么办？这个是可以直接拆下来的哦，你可以更换掉这一边，它是一个配件，是有一个外框再加上这个软垫结合起来的设计。然后在里面的这一边这个地方它有一个 sensor， 这个 sensor 它是一个 proximity sensor， 就是临近的感测器。当你的脸部或者眼睛靠近的时候，它才会启用内萤幕让你看得到画面。那再来就是上面这边它有一个 micro SD 的卡槽，这个卡槽的用意就是第一，让你去录制你所看得到的画面嘛。那第二个用意就是你可以直接把你的飞机拍到的画面的 SD 卡，直接把它拆下来放到这边里面去，来去进行播放。所以如果你要回顾某一个片段，你要查看某一段素材的时候，你可以不用再打开空拍机去连接再来看素材。下一位，这个就是它的体感遥控器，也是这一次 Antigravity A1 最大的创新的地方之一。它长这个样子，我跟你讲，全白真的就是好啦，很重我的胃口。它的重量是124公克，续航力有4个小时哦，是这3个需要电池的产品里面续航力最长的一个配件。从外观上面来看，它就是一个非常具有未来感的设计。上面这边是电量提示灯，下面这边是连接 USB-C 来去进行充电的地方。那它的实体按键包含了旋钮这些东西，总共有11个。但是不要担心，它的操作是非常简单易懂的，就是你只要看过一遍 tutorial 之后，你就可以很熟悉的去使用。当然，你不会一下子马上就记得那个位置都在哪里。但第一次、第二次使用的时候，我还是会稍微把我的 Go 拿下来，大概看一下位置在哪里。大概飞到3次、5次之后，我就可以形成一个肌肉记忆去进行盲操作了。基本上你的飞行全部都是透过这个体感遥控器来去进行操作的，也是目前 Antigravity A1 的唯一操控方式。那它的操作逻辑这一些，我也是在完整版的影片这边有跟大家去介绍。这个红色的按钮按一下的话，就是紧急停止，让它可以悬浮在空中。如果你长按2秒钟的话，就是让它 return to home， 让它自动返航。那这个灰色的旋钮的话，是控制飞机的转向，就是往左边转或者是往右边转。那它也是一个可以按下去的按钮。如果你按下去的话，是让空拍机回正到你所看的那个方向。旁边侧边的这个滑块，当你往上推2下的时候，是先启动飞机上面的电机。启动了电机之后，往上推2秒钟，是让空拍机升空。降落的时候一样，就是往下按着2秒钟，它就会自动的降落了。然后这边有录影的按键，还有拍照的按键。它做到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它可以让你在录影的同时来去拍照。假设说你现在正在录影当中嘛，然后你按下这个拍照按键的话，它是可以去进行一个全景的拍照的。那再来就是旁边的这一边电源键。短按加长按是开机，那前面的这个它是个 menu 的按键，如果说你按一下，它就是会进入到 menu 的选单里面。如果说你长按的话，它会直接跳出一个快速的选单。这个在实际操控飞行的时候，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实用的。后面的这个扳机键就是油门，你只拿按下去，它就往那个方向去飞过去了。然后在你的拇指方向的这一边。这边有3个模式可以去控制，我相信有飞过空拍机的人应该非常熟悉哦。就是它有一个 Cinematic 模式、Normal 模式跟 Sport 模式，对应的就是慢、普通，还有一个就是 Sport， 就是快速的模式。拇指控制的这2颗按键分别就是 C1 还有 C2 的客制化的按键，你可以在设定里面去客制化，但是我觉得它预设里面就有很多很贴心的小功能了。像 C1 的这个按键，如果说你快速的按2下的话，它是开启照明灯；那长按的话是快捷键去启动它 Deep Track， 就是深度追踪的这个功能。那 C2 的这个按键，如果说你按2下的话，它可以去控制它起落架的伸出来或者是收折进去。这些预设的功能，我觉得它就已经非常好用了。好，马上来到了我们最后一个配件，也就是这一个电池管家跟电池。刚刚的那个飞行眼镜的电池，它也同步一起放在里面。这个就是飞行眼镜的电池，上面这边它有一个挂环的地方，让你可以挂那个颈挂绳的。飞机的电池就长这个样子。电池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讲的，就提供给大家参考就好。但是这个充电管家是我目前见过最聪明的一个充电管家，他们有很多隐藏版的小功能在这里跟大家分享。那首先就是它毕竟是一个3电池版本的一个充电管家嘛，但是你可以看得到。
到它的插孔只有2个。它的想法是，通常我们在带空拍机出门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块电池是放在空拍机里面的嘛。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可以节省这边的空间，它不需要做得更宽。那如果说你要充第3块电池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着这个按钮，把它打开来另外一个空间，这样子你就可以把第3块电池放进去来去进行充电了，是不是很贴心？这个角设计，如果说你用一般的充电器跟充电线来去充电的话，它就是慢充嘛。那在65瓦以上的话，它可以启动它的快充模式。前面这边它有个萤幕会告诉你说，现在正在使用的是快充的设定，它还会去显示说每一块电池它目前的电量跟状态是什么。再来就是它知道说要先充哪一块电池，它会去优先的充电量比较多的那一块电池，让你更快的去获得一个满电的电池来去进行飞行。这样子还不够，它有一个很贴心的功能叫做电力共享，就是 Smart Power Pooling。旁边的电源键这里你按下去3秒钟，它会把比较少电量的电池的电力，把它过电过给另外一块电池来去做使用。这一点真的很聪明。那另外一个比较常见的小贴心功能就是，你今天有放电池在里面，只要你的电池是高于10%的话，它就可以当成是一个行动电源来去做使用。所以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集的完整内容，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对于 Antigravity A1 的这个产品真的付出了很多的心力，有很多很贴心的小设计，还有隐藏版的功能在里面。看完这部影片之后，记得点选这边的链接去看完整版的评测，还有飞行体验的介绍。我是艾文，我们下一部影片见，拜拜。